淡水筏钓缘起于国人原创，受日本海筏影响，浙江垂钓人将之改进。事实上，究其史据，筏钓所用鱼竿、鱼轮，早在唐宋时期的神州大地便已出现。而今穿越千年，一竿一轮，一线一饵，徜徉山水之间，融于水墨当中，颇具古韵。本栏目由很牛的野钓鱼饵品牌西部风鱼饵冠名播出。本栏目指定鱼线、鱼钩由完美渔具全程赞助播出。2016四海钓鱼频道开年巨献，筏钓者首战陌生水域，他们是国内顶尖钓手。他们用钓竿探寻大自然，一段神奇的筏钓之旅，一场人与自然的亲密接触，一部鲜活的百科全书。筏钓的背后是智慧还是实力？惊艳的美景带你置身其中，艰苦的环境让你目不暇接。无与伦比的奇特任务，无法抗拒的真实筏钓。四海垂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斥资打造国内首档筏钓节目，360度无死角全方位拍摄，真实记录筏钓者身边的故事。筏钓顾名思义，是以筏船为运载工具，在筏牌上垂钓的一种垂钓形式。相比于岸钓，筏钓钓点可以远离岸边，坐钓深水区域，并摆脱坐钓区域限制。因为筏钓竿通常较为短小，灵敏度更高，渔获优势显著。它是因为它的钓点可以随便移动，因为这个小船啊、小排啊可以随便移动。所以呢，它的钓点呢是可以选择的，可以进行多样化的，这就区别于在岸上做钓，区别于岸钓。岸钓呢，它就固定在一个地方就不能动，筏钓呢就可以说呢，我可以不断移动钓点，甚至你坐的位置都可以移动。近年来，筏钓已在全国各地盛行。2013年。中国钓鱼协会在江西的万安湖水库举行了中国首届的排钓比赛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筏钓大赛。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53支代表队，100余名钓友。而本片的2个主人公分别是此次比赛的冠亚军。它实际上这个竹排呢是铺在网箱上面的。那一次比赛呢，就是说呢，造成了就是很大的轰动，也对筏钓的推广，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。从那次比赛过以后，筏钓的人一下又多了很多很多，包括筏钓的渔具厂家，筏钓的渔具也有了很大的改进。赵洪光和胡伟对筏钓都是经验丰富，两人都是喜欢研究钓鱼的高手。如今，胡伟前来丽水拜访赵洪光，想要找些新的筏钓场地。恰巧赵洪光前不久刚刚得知一处秘密钓点，于是两人开始着手准备钓具，为这次筏钓做准备。
套装的是吧？对对对，这个是法杆，法杆。再调一下，关键是要调一下这个干烧的软硬。尾巴。对对，我们明天钓大体型的鲢鳙。看这行吗？哇，这个漂亮！哎，你看这个线。哎，行，那就选它了。这个几十斤的鱼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。我记得我看你们在钓鱼，好像1.5的大线，反正30-40斤应该没有。哎，对，没问题。这就是伐钓的好处。是，它主要要靠人嘛。人呢，我这次呢选一款那个，他们桃园刚出的一款新上市的一款法人。哦。它最大的好处呢，就是说带吸力，就是它直观的能够知道这个鲢鳙在多少米。哦。就是什么时候鱼的鱼在多深，它走了多少线呢？记得清清楚楚。对，它能够在多少米，然后我们知道怎么对付它。好嘞。好。这个饵料开好，我们就干粉带去。是。干粉带过去过以后，然后到旁边加水。对，可以。我正常钓这个鲢鳙的时候，我2个添加剂呢都是在超市里买，一般那个白醋、优酸乳啊，就草莓味的酸奶，通常是纯酸奶开的，都没加水，所以呢，咱开好干粉，我这个带过去呢，那到那边简单，再一会儿一开就行。对。伐钓在中国是源远流长，许多古画上面，老渔翁穿蓑衣戴斗笠，一船一竿独钓江中，让人无限惬意。最原始的伐钓便是驾乘一艘简易的竹筏，去到湖中探寻钓点。风光旖旎，乘筏之惬意，往往是钓鱼人倍感幸福的事。这个伐钓这种钓法，在我们国家应该说是源远流长。我们最早见到的古画上面啊，钓鱼的头戴斗笠啊，穿着蓑衣的老渔翁坐在小船上面，他们用的基本上都是伐钓的，古时候带个车盘轮啊，用个小竹竿呀，可以放线，而且上下垂直钓或者漂流钓都可以，这都是伐钓的前身，应该说历史很悠久。在宋代的古画上面就已经反映出来有这种伐钓的钓法了，但是我们近现代的这伐钓呢，最早应该在我知道的范围内应该是从浙江的丽水地区或者温州地区，尤其是在浙江的这个井水滩。丽水，中国伐钓的起源地之一，位于浙江省西南部，东接温州，南临福建，典型的丘陵地貌，峰峦叠嶂，水域河网密布，水草丰茂。天然的地理风貌造就了青山绿水的原始生态，溪水潺潺，大小湖泊更是不计其数，成为鱼类生长繁衍的绝佳场所，同时也成了钓鱼人心中梦寐的野钓天堂。2001年，丽水所辖的云河县井水滩水库，最早的一批中国伐钓者采用一种短竿细线做钓，这些竿多为小型抛竿，挂上单钩或者串钩，饵料各式各样，继而演变成为专门的伐钓装备。用串钩啊，上面再挂一个小笼子，它这个笼子里装一些诱饵，这个串钩里边呢可以挂不同的饵料，钓底层也行，钓底层稍微偏上一点也可以，可以用多种饵料去试探鱼比较喜欢吃什么，就是这种钓法呢，也很快就推广开了。这时的伐钓，钓竿略似钓性偏软的路亚竿，搭配精巧的筏轮，与路亚相同的伐钓线，长度仅在1到1.6米的范围内。鱼饵则混合采用商品饵，
虫耳以及谷物。然后在大概2002年、03年的时候，在浙江的千岛湖那个区域呢，就出现了也用筏钓，但是呢，它是用一种浮漂可以移动的滑漂钓法，上下垂直钓。这种浮漂移动的呢，就是说呢，它通常用于钓底层鱼，在千岛湖那一片呢，逐渐开始流行开来。浙江钓鱼人从日本海筏中汲取到灵感，改良为淡水筏钓，直到近几年，筏钓开始在国内盛行，而领域内的高手多半则出在浙江。在淡水里边呢，就是开始慢慢出现了，开始流行了。他就用海钓的这种咬豆当铅坠，当做配重，从水的上层一直搜索到最底层，也就是说呢，可以从很浅不到1米的区域，一直收到这边，水深有40米，它都可以收到40米，就是上下找鱼钓。然后呢，边钓呢边在撒饵诱鱼，或者把大范围的鱼啊，把它集中诱过来，甚至可以控制在某一个水层，再去钓取这些鱼类。所以呢，那时候的这种钓法呢，就很快流行开来。即使几十米深的水，筏钓也可以有很好的收获。由于它具有方便、简单、实用、杀伤力大等特点，很快在全国各地都流行起来。因为它这个筏钓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呢，它一支小短竿1米来长，1米左右，然后一个小轮，一个小箱子装饵料，然后到处还可以找鱼钓，还可以把大范围的鱼诱过来，甚至呢就是说呢，大鱼小鱼都能钓起来。即使很细的线组，由于它的轮啊和竿的这种卸力的，包括这种缓冲的力道，就用很细的线，包括是我见到过1号的主线30斤的青鱼都能钓上来，这我都见过。所以呢，它就是说呢，这个它在装备上比较轻便，钓鱼的姿势啊方式啊又比较休闲，而且呢渔获量又很大。讲到筏钓，其实是大有讲究，钓法也各异，其中最常见的便是微纤钓法和滑漂钓法。两种钓法各有特点，各有讲究。筏钓当中最常见的呢，就是微纤钓法。这个微纤钓法里边呢，又以挂玉米、钓翘嘴、钓扁鱼啊、武昌、草鱼啊为最常见。因为这种呢，就是说呢，玉米呢这几种鱼都喜欢吃，然后它一边呢窝料呢可以一边钓一边撒一点小鸡饲料呀、颗粒饲料呀，甚至雾化的商品饵呢，就慢慢把鱼聚到这一个点上面，它就能，就是说呢，能把很多的鱼都集中到你这一个点上面。筏钓呢，还有一种钓法呢，就牵涉到钓底。钓底最常用的呢，就是滑漂。只要能固定到那个钓点过以后，滑漂的，观漂的信号呢，就是说不再依靠竿尖作为，观察有没有鱼吃钩的一种信号，而以浮漂、以观漂来决定什么时候提竿、什么时候中鱼。这种钓法呢，也正好呢跟广大已经长时间习惯看了浮漂的这种钓友来说呢，更加习惯，而且呢，它到位呢可能就是比微纤呢就更快。筏钓的钓点通常在水库或者湖泊等深水区域，许多钓鱼人会将钓点直接选择在养殖区域的网箱下面，这样钓到的鱼更多更大。福建、南平河谷遍布，
成为福建最重要的网箱养殖业地区。发达的网箱养殖为伐钓创造了条件，因此南平也成为国内伐钓人争相探钓的圣地。渐渐的，在当地有了无南平不伐钓的特殊意义。网箱鱼排伐钓是最常见的伐钓形式，由于养殖网箱周边长期投料喂养，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聚鱼区，因此成为伐钓的最佳钓点。它经常会漏下去很多剩余的饵料，包括网箱养鱼的这种排泄物。作为其他的鱼类呢，又会把这些东西当做一种食物链当中的饵料，所以呢，在网箱周边啊，或者网箱底下呢，都会具有很多野生的鱼类。对于钓鱼人来说，能否中鱼、诱鱼非常关键。在一个陌生的水域或是一个设定好的钓点，如何聚鱼也是非常讲究，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窝。要靠打窝的这个的频率，把大范围的鱼，或者说你设定钓成过以后，你把底层的鱼诱到上层来，或者把上层的鱼再怎么诱到下面，这里边有很多的技巧。这就是说你在打窝的选窝料的时候，这个窝料入水的速度，在水里飘荡的需要的时间，包括它的大小、颜色，对你所想钓的目标鱼来说呢，都是有很多的这个所讲究的。想要钓鱼，就要了解鱼类的习惯和特性。对于伐钓而言，打窝也是特别的重要。不同的水域，鱼类的习性也是不同，所以饵料的选择也有讲究。比如说，你要选择钓很深的水啊，4米以下或者钓底的话，那么我们通常选大颗粒，或者大小颗粒掺杂在一起，但是小颗粒就比较少一些，让大颗粒快速落底。那么我们在钓底的时候呢，就有就是说能有很大的收获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在最常用的用颗粒饲料，养鱼的颗粒饲料。比如5米啊、6米啊、7米啊、8米啊，哪个区域肯吃，那么我们就可以锁定，经常在那个区域去做钓。无标的是这样的钓连用，所以我们的线组呢也有区别。线组呢，它是用的尼龙线，是2.5号主线；我用的呢是皮衣线。用的是为了对抗这巨物，我用的是1.2号的主线。对于资深钓鱼人来说，除了伐钓的基本功以外，钓法和打窝的频率的配合非常重要。想要细线钓大鱼，需要长时间的磨练。伐钓里面的这个技巧啊，
钓法和打窝的这个频率的配合是非常重要。还有一种就是伐钓的基本功，就是你首先对轮子、竿的调性，包括你自己整个身体，在中了大鱼以后，控鱼，用很细的线把很大的鱼钓上来，这是个需要长时间磨练或者多钓过以后才能掌握的一个核心的技巧。因为你使用的线组越细，钓获的鱼越大，通常来说就是你的基本功。最难练的就是细线搏大鱼。这个细线和软竿，就是软竿梢啊，它通常呢会把各种的鱼讯，甚至鱼游过来，或者说它没有攻击，就在你的线饵旁边、线钩旁边，你都能感觉到。所以这个细线呢，搏大鱼呢，跟这个软梢呢是非常重要。伐钓仅仅4个小时，赵洪光就中鱼了，而且是条大鱼。然而，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赵洪光和胡伟，想要钓到这条30-40斤的大鱼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所以，搏鱼也很关键。控鱼的，你遛鱼的手法，首先你对这个，不管你是用筏轮，还是用水地轮，或者说是用纺车轮，你这样去做钓的时候，都需要具备你对这个轮的性能，它的性能的操控一定要娴熟。这样娴熟过了以后，才能避开这种断线。一旦你能用细线避开断线过以后，那么你会比别人获得很多次中鱼机会。1个小时的搏鱼，能够钓到一条30多斤的鲢鳙，对于赵洪光和胡伟来说，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。对于他们，钓鱼是亲近自然的好机会，所以2人只是在享受钓鱼带来的乐趣。鱼类是他们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每次钓到的鱼儿，他们都会不分放流。拜拜。哎，再见再见再见。拜。哎呀1个多小时，胳膊酸没酸？酸死了。小钩细线搏大鱼。哎。我觉得人和自然在接触上面，我们从大自然可以索取鱼类啊，但是我们更加应该去爱惜自然。最好呢是把鱼类啊当做我们自己的游戏伙伴，就当做游戏伙伴。那么我们在钓获过程当中，通常呢钓大放小，甚至你要是把它当做游戏伙伴说，我们钓大小都可以放钓。那么大鱼也是你的游戏伙伴啊，在你不需要这些的更多鱼类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像玩一场游戏啊，我胜了，我炫耀一下，那么还把对手让对手输得有尊严一点，再把它再继续放回水里，留给后来的人钓，留给下一波人去做钓。那可能我们对鱼类资源上面或者自然环境上保护，会能起到很大的带头，甚至呢影响或者修复的作用。伐钓越来越普及，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重要而且普遍的钓法。对于钓鱼人来说，伐钓是一种亲近大自然的休闲垂钓方式。伐钓是心灵的洗礼，伐钓更是大自然对生命的馈赠。